够不够？要怎么判断？用心，用心，终于要放饭了，开始！哇，有没有？有点好满足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职人小馆，我是君之老师。酱料是每一道料理的灵魂角色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泰式料理当中的一个主题酱料之一——泰式酸辣酱。它制作非常简单，而且购买很容易。下班之后还想要轻松的享用顶级美味吗？把这一集学好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今天的灵魂酱汁，泰式料理的代表之一——泰式酸辣酱。所用到的食材呢，就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这一些新鲜的食材。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丰富，但制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。鱼露、酱油、砂糖跟水，那这个有一个比例，那你这个比例有把它照着做好的话，就没有太多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说它甜度你喜欢低一点，你可以稍微做调整。好，那其他的东西就是像是柠檬、蒜头、辣椒跟香菜。这个部分按照我们自己口味的喜欢去增加或者是减少。在泰式的这个酱料里面有一个点要注意，就是说一定要有鱼露。因为鱼露它是一个特别文化性的一个酱汁啊，它就是用基底是鱼啦，还有搭配一些其他的海鲜做发酵，发酵完之后过滤完之后会经过一次的熬煮，然后杀菌，然后就变成鱼露，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强烈，也就是这个当地的饮食文化的独特的一个表现。然后泰式酱料的这个味道，它的酸像这种新鲜水果的酸度，跟我们华人的那种醋橙的这种酸啊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做泰式的这个酱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新鲜的水果把它的酸味带出来，不是用醋哦，这一定要注意。好，先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先把这个砂糖跟这些酱油啦、鱼露啊、水啊，我们先把它加在一起。让它可以先进行溶解，然后这样等一下我们再做后面的操作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来，先切一下香菜，香菜呢就是把它的梗跟叶子切碎，梗要进去，香菜的梗味道是比较强烈，那它把整个香气带出来。今天用的辣椒是稍微有点像朝天椒的，它的辣味会强一点点。如果你怕辣的话，你就可以把籽去掉。那如果你很怕辣，你就买那个大根的辣椒。它会比较不辣一点，要用新鲜的辣椒因为泰式的这个辣其实是新鲜辣椒带出来。蒜头我们把它切碎，整球的蒜头基本上呢，它的风味跟营养性都会比较好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就是可以买这种整球的蒜头。这个酱汁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全部的东西都切碎，然后搅拌在一起，把砂糖融化就完成了。放1个晚上会比较好吃，因为它全部的食材的风味啊都会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其实很适合我们就是上班族做食用。前一天先把它做起来，当天或者是隔天拿出来使用就可以了。冷藏放个5天真不是问题。第6天的话，它那个香菜的颜色可能会氧化，就没有那么好看。它只是差别在这边，要不然冷藏放到7天，它都还是可以使用。然后只是要注意啊，每一次用这个酱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多嘛，如果你做比较多的话，舀那个酱汁的容器必须是干净的，你不可以重复使用，容易造成交叉污染。黄柠檬跟绿柠檬，它差别在哪里？我们讲味道上面来讲，大方向来说，绿柠檬它的酸比较锐利一点，它会比较棱棱角角的那种感觉。黄柠檬的酸呢，依然是酸的，但它的酸会带一点圆润感，它没有这么锐利，它会带一点甜香气，不是真的甜，甜香气。那这2个哪一个比较适合呢？也没有绝对，看你今天方便，你喜欢哪一个，你买哪一个就可以了。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假设你家里没有果汁榨汁机的话，柑橘类通用拿柠檬起来，在桌上按一按，先把它里面的那个主汁先让它稍微软化，稍微破坏一下，然后拿刀从中间切一半，然后把那个籽挑掉，就可以开始榨汁。我们刚刚滚过1圈嘛，然后拿一只小叉子，就可以把这个柠檬汁把它挤出来。
我们现在先把半颗柠檬挤进去，然后呢搅拌一下，像这样子非常简单的泰式酸辣酱就完成了。这个保存刚刚有讲嘛，冷藏大概5天，不要交叉污染。那我们会用这个泰式酸辣酱做一个底，去做出2道美味的料理，一个是椒麻鸡，一个是柠檬鱼。那现在我们来去市场买今天这一道重点食材。OK， 立哥，你好啊。我今天要来买鲈鱼啊。哦，鲈鱼啊。我们台湾鲈鱼有什么推荐？有什么品种不一样？有金目鲈、七星鲈啊。金目鲈、七星鲈，然后加这金目鲈啊。我很期待等一下煮那个泰式柠檬鱼，目睭金吼。哎呀，目睭金啊。目睭金，眼睛亮，然后这个鳃很干净。其实你可以看呐，这个鳃很明显。新鲜的鱼它就透亮，然后不会糊糊的，这样就是新鲜的。然后它的肉也扎实感，这个等一下煮起来一定非常好吃。那我们那个等一下就会选一只金目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把泰式柠檬鱼的主要材料金目鲈买完了，准备要去迎接我们的特别来宾。他是一个剧场的演员，同时也是一个老师，而且他跟泰国好像有一点点关系。我们来回到职人小馆，迎接特别来宾，享用美味的泰式柠檬鱼。走。欢迎我们今天的职人嘉宾潘玉天。噔噔，容我自我介绍，我乃江湖人称酒霸一条街，街头小霸王，亡命天涯人，人中之龙，龙上九霄，宵夜我请，请上酒家，家里失火，火烧屁股的玉天10兵卫，请掌声鼓励鼓励。我听到个重点啊，宵夜你请，宵夜我请，但是制作你来做，没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制作泰式柠檬鱼呢，非常简单，酱汁我已经做好了。我们先讲一下，这个鱼呢，就是那个新鲜的鲈鱼。不管你从哪个地方买鱼回来，我们都先做一个动作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里有一个红红的血管，不管它怎么帮你处理啊，这边我们回来自己都要再清洁一下。我们现在洗完之后，可以清楚的看得到，就是你看它这里腹部这里的那个血管的血线已经被剔除，然后这边刚刚残留的一些血块也被洗掉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整个鱼它的那个气味就不会有那种。鱼腥味对，比较没有鱼腥味，清理的好干净。就是要这样子把鱼拿回来改刀一下，蒸鱼稍微给它斜刀，让它可以热气比较容易透进去。这里有这个盐巴跟白胡椒，先两面均匀抹一下，腹部也要一点点，就是抹刚好就好了，不要抹太多。好，我要怎么判断啊？用心，用心，没关系，它不够就不够啦，不能太咸，不够咸我们可以再加一点。调味，你帮我把它抬起来一下，抬起来哦，铺在下面。对，我要把它铺在下面。了解。放上去，好。然后这个米酒你还没有把它淋上去。哦，对，蒸鱼哈，因为我们今天这鱼也不小，所以我就用锅子做操作，就先把它滚起来。放进去的那个水本身就有温度。对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放上去。你为什么盖子刚刚盖起来，然后现在又打开，就是斜斜的这样子？火很旺的时候，我觉得它会在里面过旺，然后一直爆，它有可能会让你看一下，我怕它鱼肉整个太爆烂。对，没有那么好看，所以我就稍微开一个小缝，像这样子，
那它里面的气压没有这么大，可是它热气还在里面的一个概念。因为我在意的是它里面的温度。像我平常做菜，我会一直怕，到底有没有熟，然后我不太会精准的判断。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就是你真的多做啦，但如果你说要数据的话，就是用探针式的温度计，然后戳到那个肉的中心点，最后的中心点，它如果显示75度，大概就熟了。对，但是这个是一个数据，它不是说一定要75度才会熟，因为还要看你用的这个器具，对，跟设备这样子。为什么柠檬鱼的柠檬并不是跟着鱼一起去蒸？因为柠檬来科普小时间，来我们看这边，柠檬它是不是有白色的部分？对，这个是它会有一点苦涩的地方。它蒸的时候热气上来，香没有错，但是这个苦涩的地方它有可能会释放到鱼里面，所以鱼肉它吃起来可能会有点涩涩的。然后我们要开盖了哦，准备，哒哒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好香哦，对，很香好，我们把它夹起来之后呢，这个里面的这个汁啊，基本上会把它倒掉。我们这样子把泰式酸辣酱淋上去之后，它的味道会比较纯。好，来，比较是酱汁的味道。对，最重要的部分，非常重要，是淋酱汁。好的。是，好，泰式柠檬鱼完成。那我们现在来做椒麻鸡 ，OK， 没问题。其实椒麻鸡应该算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泰式料理，等于说融合不同文化嘛，衍生出来的料理啊。好像在泰国当地是没有椒麻鸡这道料理的，就跟你跟泰国人说，月亮虾饼，其实也没有月亮虾饼这道菜。相声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跟创新的融合吗？其实会啊。我们在平常就是表演的时候，也会有很多传统相声的内容，或者是说一些借古讽今。那当然，我们的观众群年龄层也要照顾到嘛，包含时下流行的话，或者是议题，或者是主题，其实都要各个层面其实都要照顾到这样。你在家会煮菜啊？我在家啊，其实会，我算是会下厨啦。对，在家煮什么比较多？比方说荷包蛋。好，非常重要，非常好。比方说煮水饺。既然你也有一点做菜的经验，那我就可以放心的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了。这个是米酒跟酱油，你先稍微把它都倒过去。全部吗？都。对 ，all in。对，然后先稍微给它抓一下。腌鸡肉的部分，它可以预先做起来，然后放在冷冻，要吃的时候就把它退冻就可以。可是要腌多久啊？最好是有算小时啦。但是如果你不够的话，比如说40分钟也可以这样子，对吧？胡椒，好，来再抓一下，好，五香粉，对，五香粉。其实你看，既然会用到五香粉，你就知道说，真的应该是台式的泰国菜。对，我奶奶是那个泰国人嘛，所以我从小到大其实吃这个东西还蛮平常，对我来讲是很家常菜会吃到的口味。是，这个是糖。所以我平常，比方说像对于泰国菜经常会出现的南姜啊、辣椒啊、柠檬叶，还有那个香茅，其实我家都常常出现。泰国菜4大天王，对，4大天王，任何菜几乎，然后再加上鱼露，加上鱼露，对，几乎是所有菜都可以变泰式。来，我们再加一点地瓜粉，你再给它抓一下。加的目的是，它等一下会煎，然后让它表面有一个脆壳。那我现在这边切小黄瓜丝跟那个高丽菜丝，那这个量呢，其实就是因人而异啦，看你喜不喜欢来决定它的多寡这样子。我好像在玩食物啊。不会，它真的就是要这样按，它这样才会入味。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，这样按摩完之后，你也可以把它抽真空，它会入味的更多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鸡腿腌了40分钟是，现在来煎它了，下锅了。对，鸡皮先朝下，把它那个油逼出来，然后把鸡皮煎脆这样子。什么油都可以吗？我们今天用橄榄油比较好。你可以不用用这么多油，但为什么我现在油稍微多一点？因为我想要让它有一种稍微接近炸的感觉，稍微啦。那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变色。对，它脆，
因为你刚刚这边抓那个地瓜粉，对，它会慢慢的就是吃进去，然后粘附在鸡腿的上面，然后变脆，一点脆口感。你也可以完全不抓粉 ，OK。我们稍微抓一点粉，就是有一点不规则的这个表皮面。对，那等一下淋酱汁的时候，稍微有一点薄薄的淀粉嘛，抓酱汁效果比较好。翻面，你看脆皮了，对，翻面大致上再煎个差不多6到8分钟。那等一下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让它盛盘。对，终于要放饭了，开始，哇，有没有？很漂亮这样很漂亮哦。我们先起火，超香的，好香。这个真的会好吃，因为慢慢煎的它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腻呀。而且皮看起来就很酥。哇，切到那皮的时候有对声音呢。因为煎的它其实鸡腿的皮下脂肪它会被逼出来，所以它就会比较清爽一点。还要照顾到它的卖相，是，把它排好。最重要的环节，灵魂酱汁一定得必须。正所谓酱汁是每一道料理的灵魂啊。一淋马上就有感觉。对，然后来，等一下哦，我把这个摆上来。超有 feel 哎。好，你再淋一次，然后我再把这个花生上去一下哦。哇，开始有感觉了，香气。好，你就可以再淋一圈，再一圈。对，好，漂亮。椒麻鸡完成，耶！开动啦！终于吃饭。好，来，各自夹。我先夹个鱼，我来吃鸡肉好了。有点好满足哦。煎的就是比较清爽，对不对？而且不会那么油。真的差很多。那像你常常在吃泰国菜，在台湾吃泰国菜，跟今天这样煮起来，有没有觉得哪里是最大的差异？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佐料。就是比方说辣椒，一般在外面吃的辣椒可能都比较没有辣味，也没有香味。那我在乎的是它又要有辣度，又要有香度，所以我个人比较在乎的是这个。然后我很喜欢柠檬叶的感觉柠檬叶，我们讲到那个香茅，对不对？泰式料理5大天王，对，必须得的。我来试吃一下鱼，好吃，很嫩。对啊。真的很嫩，有顾好就。可我个人比较喜欢再酸一点点但我觉得非常好吃。对，完全有入味的感觉。对，很好。就是像刚刚讲的，就是台式跟在泰国本地吃，就是调料上面的差别。对。还想要看什么其他美味料理、美味酱汁，请留言给我们哦。职人小馆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我很想对，我突然想一下，他想说，王俊之，你赶快洗完，非中文呢？我的才华都快用完了，才华的是有限的。好了，来看这边，他这样看那一集哦，来。